大家好，最近呢，我做了关于美元的一些视频啊，有一些网友在评论，我今天以视频形式回应一下评论。比如说，有个网友说，境外刷信用卡可以无限制？问号啊，我的理解是无限制的啊。那我也没有问过银行，但是银行要问的话，基本上也是1000万门槛的啊。你基本上，我觉得刷1000万都没问题啊。他说他觉得不太可能，像许家印这种的信用卡额度也是巨额的，每月在境外无限制刷。国内每月用人民币还账单，这不是漏洞吗？第一个啊，人家刷卡跟那个转账是两码事情啊，刷卡刷的钱是付给商家的，不是说你转移资产的话，等于说我从 A 转到 B， 这两个都是我的自己账户啊，那不一样的啊。消费行为是不限制的啊，这个消费行为的话，其实呢是有发卡行啊，中间这个卡组织还有这个收单行都能赚钱的啊，所以说呢，它是。怎么说呢？你就付消费的时候呢，中国的建设银行它也能赚到钱啊。那你还要考虑这种什么？这个里面的话，它是卡组织吧，比如说银联、Visa、Master 这种都是卡组织，它类似于滴滴一样，就跟买方和卖方，你知道吧？你这个跑车的人跟那个坐车的人相当于这个意思啊。反正它中间肯定是有货币互换协议的啊。那所以说呢，Visa卡组织的话，以前的话还收那个货币转换费。那银联跟那个银行也是不太一样的啊。银联它是一个卡组织，它说实话它是专门管这个交易行为的啊。那如果说你转账行为的话，转账5万美元或者转账这个5万人民币以上，不是要上报的吗？上报给那央行的。还有再说一点，有很多境外信用卡刷卡的返现活动啊，包括你在香港啊，在美国这种信用卡啊，它其实也有这种活动的啊，它巴不得你去境外刷卡啊。为什么呢？境外刷卡，你像中国这个 Visa 卡、Master 卡，它在发行，那你在境外用不了，它鼓励你出去花啊。为什么鼓励出去花呢？还给你返现10%都有啊。那这个行为，它你在刷卡的时候呢，你产生的商家手续费啊。它有个大头是给的发卡行的啊，所以它有利可图，那等于说它无利不起早嘛。如果说它没有钱赚的话，它不会搞这种活动的。还有一位网友说，美元是废纸啊，人家随便印换回去产品，业人都说了，美债不保证完全能兑付，这不是随时变废纸的还是什么？说美元是废纸的和跟说卢布是废纸的，其实都是一样的逻辑啊。你这样逻辑完全站不住脚啊。任何货币，哪怕一张纸上面我签个名字啊，这张纸能买的东西，能换的东西都不是废纸啊。而且人家随便印，我觉得任何国家啊，基本上都是有这种限制的，怎么可能随便印？还有的话，他说耶伦都说了，美债不保证完全能兑付啊，这个东西我不是很了解啊。但是我知道金融学那本书啊，第1章啊，前面10页吧，他有提到一点啊。国债啊，基本上被认为是无风险收益，因为它有印钞权，你懂吧？它真的兑付不了的话，它可以印钞来兑付你啊。还有一个网友问啊，能不能出一期美元升值和美元债的关系？如果美元停止加息，美元债会怎么样走势啊？这个是相关的啊。加息之后啊，加了利率，加息的嘛，那美元的国债利率也上升，美元的存款利率也上升，美元贷款利率也上升啊。你要不要光考虑存钱，也要考虑借钱的人。那所以说这样，那市场上的货币就变少了啊。如果说本来的降息的话，什么情况呢？那存钱的人变少了，钱在我家啊，贷款的人也会贷款了啊，去买房子。那市场上钱多了嘛，多了东西的话就贬值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这个反向的操作的话，加息啊被收走了之后，市场上货币变少了之后，自然这个美元被迫升值。那但是这种加息的行为啊，说实话对这个经济是有点影响的。你这样想嘛，加息之后，我买车利率是不是上涨了啊？没法刺激消费了。我买房子利率上涨了，我是不是要缓一缓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网友问哪里能买到美债啊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我身边也没有人买过美债，我也没听说过在美国有哪位朋友告诉我他在买美债啊。买肯定是能买到啊，但是在国内的居民的话，买美债的话，我觉得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。本身美国人其实也买美债的话，估计也不多吧，大部分都买美股这种比较多。我记得盈透证券里面好像是可以买美债的啊。那还有吧，买这种债券啊，买国债的啊，你看人民币国债好了嘛？你身边有人买人民币国债吗？人民币国债，我之前记得还有什么储蓄式国债啊，记账式国债。
那国债跟存款又不一样了啊。国债的话，如果说你要把它换成钱的话，你没到期之前换成钱的话，你肯定会有点损失的啊。还有你要把它债券转让给别人，才能把它换成钱。如果存款，至少你这个存款至少能拿出来，对不对？你存进去的钱嘛，要是定期存款的话，也就损失点利息嘛。那还有的话就是债券这种东西啊，基本上个人操作是比较少的啊，机构操作比较多啊。我知道 A 股有什么可转债交易啊，有些人什么可转债套利啊。我大概知道一点，就是机构买债券好像那个收的税金啊，要比个人少，所以说呢，个人交易这种债券行为不多。还有就是国家外汇储备啊，基本上持有的不是美元现金啊，持有的都是美国国债啊。那因为国债它是个美元资产嘛，它是会产生利息的嘛，产生利息的东西，被动能赚钱的东西才叫资产。所以普通人啊，我觉得不要去买这种债券，到时候你买了之后，你还想换成钱的话，你还得去想办法把它转让出去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网友说啊，你要搞清楚，别人换美金的目的不是去消费，不是拿在手里，是存款赚利息啊。现在的话，按照人民币利息的话2%，美元利息5%来算的话，差3%嘛。但是如果说你去换的话，你现在的话汇率7.3啊，之前6.3，你这样子划算吗？我觉得你汇率上就被砍了一些了，没有这么多好事情让你占的啊。等这东西升值之后啊，你反正就是没有好事不会全部让你占到的啊，除非说你当年啊6.3换了美元，然后呢汇率涨了啊，利率也涨了啊，这样的话你是赚的。那谁能想到这么提前呢？还有吧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美元的话，人家换美元的话是为了做一些理财，对不对？投资用的啊。其实在国内啊，你也可以去，你换美元之后，你还是得把它变成美元资产投资产品，才能保值或者说赚取收益，是不是啊？那其实国内的话有一个叫这种基金 ETF 啊，你可以在支付宝啊，包括券商那个 APP， 券商 APP， 包括券商这种系统里面找到啊，纳斯达克 ETF 啊，标普500 ETF， 这种 ETF 都可以买的，道指 ETF 都可以买的呀。你用人民币去买这个基金啊，这个基金就是美元资产。如果说这个基金不动啊，不涨不跌，但美元在升值的话，其实你这个基金份额也在升值的啊，因为它转换过来是人民币，它其实持有的是美元资产，懂意思吧？而且是这样的话，你买这个东西的话，你是不受到什么5万美元限制啊，这个限制那个限制的啊。也不存在说违规什么操作，因为你是转账出去的话是不允许投资到股市，也不允许投资到房市的嘛。有位网友问啊，怎么纯美元出一期啊？纯美元很简单啊，4大银行都收啊，你工农中建、交通银行这5大啊都收，基本4大银行也都收啊。这个很简单嘛，你就看哪个利率高，你就存哪个就行了。也可以做一下这个中信银行里面有美元的理财产品啊。相对来说，中信银行美元理财产品的话，我觉得利率好像要比那个其他银行要高一点啊。我说是美元理财产品啊，美元存款的话，你去看4大银行吧。还有一位网友问啊，贬到8要多久？这个呢，现在人民币不是说它在自己在贬值啊，是对标美元来说，美元在升值，所以说两个一样升高的人啊，那美元在涨高，你懂不懂？这样相对来说的是在贬值。那其实如果是拿人民币跟那个加拿大、跟新西兰元、跟澳大利亚比的话，其实没有贬值啊，反而在最近1年内的话还升值了啊。你最近5年内看的话，其实人民币也在升值的。还有一位网友问啊，老百姓限制5万额度，许家印们可以转出去几百亿，到底应该监管谁啊？那你这个如果说许家印他作为个人行为的话，他其实也只能购汇、结汇、受汇5万额度啊，一样的啊。但是许家印他比你好在什么地方？他有个恒大啊，恒大是有公司的，懂吗？而且许家印他是香港居民，他是香港身份证的，那操作这东西比较方便嘛。而且恒大在香港上市的，比如说他香港人，他在香港有上市公司，他在香港拿的这个钱吧，分红发了工，那人家本身就是对不对啊？方便嘛。按理说的话，许家印属于香港人的话，他其实按照香港的规则走的话，那完全香港是自由港嘛。但是公司的结社会规则、转账规则的话，那是另外一套规则的啊。那跟那个普通的5万美元额度是没有关系的。还有一个问啊，每天能5万美元，但转账前不是也得先购汇吗？购汇额度每年5万，除非你前几年每年购汇一直存着才能实现啊。
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5万额你要转10万美元的话，你不是得前面每年5万美元先购汇好存着，是不是啊？存茅台一样的道理啊。是啊，没错啊。但是这个5万额度，你这样想的呀？你本身购汇的时候，他让你说明是让你去旅游用的，或者说医疗用的，或者说你是干别的事情用的。那如果说你真的是不够用的话，你可以提交相应证明啊。那如果说你没有提供相应证明的话，那只能这样子的，那没办法了。那本身就不允许你拿这个钱去投资的呀，懂意思吧？如果说你要投资的话，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 ETF， 其实实施一样的东西道理啊。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标普500 ETF 啊，支付宝上都有啊，支付宝证券里面都有啊。那支付宝买的话，跟证券买的啊，其实里面又有很多学问了。这个里面还可以产生个套利行为，因为它其实是一个 LOF 啊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这些评论就到这里吧。